剛過去的這個週五，美國經濟少了23000個工作崗位，市場預期是增加83000個，一來一回差了106000，但失業率降了，從4.2%降到4.1%，一邊在裁員，一邊失業率在下降，這兩件事怎麼可能同時發生？搞懂這一個問題，你就搞懂了這一週所有資產價格在動什麼。今天還會講另一件事，你在鏈上買的那個蘋果，和別人在鏈上買的蘋果價格是不一樣的，為什麼？歡迎回到 Well Sharing， 這是第2期。老規矩，兩件事，先把這週市場上真正重要的講清楚，然後上一節 Crypto 101，今天這節課講鏈上美股。這週只有一份數據真正重要，7月非農就業報告，3個數字。第一，新增就業是負的23000，不是增長放緩，是淨減少，這是好幾個月來第一次轉負。市場預期是正的83000，實際和預期之間差了106000個崗位。第二，前2個月被大幅下修，5月下修了66000，最終是63000；6月下修了37000，最終是2萬。2個月加起來，憑空少了103000個工作。這裡插一句，你以後每次看非農都要記住，修正值往往比當期值更重要。當期值是初步統計，會變；修正值是更接近真相的版本。連續2個月被大幅下修，說明的不是某一個月不好，是這一整段時間的就業市場本來就沒有大家以為的那麼強。第三，失業率降到4.1%。現在回到開頭那個問題，為什麼裁員的同時，失業率反而降了？答案在算法裡。失業率不是沒工作的人除以總人口，是失業人數除以勞動力人口。而勞動力人口只包括2種人，有工作的和正在找工作的。如果你找了半年找不到，乾脆不找了，那你不算失業，你直接從這個算式裡消失了。7月勞動力人口減少了264000人，勞動參與率掉到61.4%，是5年多以來的最低。如果不算疫情那段時間，這是1976年年中以來最低的水平。所以失業率下降不是因為找到工作的人變多了，是因為放棄找工作的人变多了，分母变小，比率自然降。這就是為什麼不要只看頭條數字，同樣一個失業率下降，可以是經濟變好，也可以是很多人不找了。這兩件事對市場的意義完全相反。再看一個數字，平均時薪同比漲了3.2%，就業在冷，但工資還在漲，說明通脹壓力沒有真正消失，於是聯儲被夾在中間了。就業數據說要放鬆，工資數據說不能放鬆。這裡要說清楚一件很多人搞混的事，現在市場在賭的是聯儲要不要加息，不是降息。數據公布之前，利率期貨給9月加息的概率大概是57%，數據出來之後掉到44%左右。你不用記具體數值，記住方向就夠了。加息的可能性在快速下降，加密市場的反應很直接。比特幣一度衝到65300美元上方，隨後回到64900附近。一周大概漲2.8%，邏輯很簡單，加息可能性下降，對風險資產是利好。另一條線索是 ETF， 現貨比特幣 ETF 在8月的前4個交易日連續淨流入，前3天合計大約6億2600萬美元，其中貝萊德的 IBIT 一家就佔了接近80%。為什麼要看 ETF 流入，而不是只看價格？因為價格可以被短期情緒推動，但 ETF 的申購是真金白銀進場。大部分來自機構渠道，價格漲 ，ETF 也在流入，比單純價格漲要扎實得多。那下周看什麼？下周3 8月12號7月份的 CPI 通脹數據，這是下周唯一需要你盯的東西。聯儲被就業和通脹夾在中間，就業數據已經出來了，是弱的 ，CPI 就是決定誰贏的那個數字。通脹降下來，加息基本排除，風險資產會舒服很多。通脹還是很黏，那就是最難受的組合。經濟再冷，物價還在漲，這種情況下，聯儲兩頭都不好做。還有一點，8月沒有聯儲議息會議，下一次利率決議是9月16號，所以從現在到9月中，市場交易的都是預期，不是事實。這段時間數據的每一次意外都會被放大。好，上課。今天講鏈上美股，也叫代幣化股票。它是什麼？就是在區塊鏈上發行一個代幣，價格跟着某一隻真實的美股走。比如蘋果、特斯拉、英偉達，發行方在鏈下有一個受監管的托管機構，按1:1的比例持有對應的真實股票，作為這個代幣的支撐。它解決了2個很實際的問題：第一，交易時間，美股周末休市，鏈上代幣是7乘24小時的；
第二，門檻，傳統開美股賬戶要審核，有些地區還開不了。鏈上你只要有錢包，目前主要有4家發行方 ：Bakkt 的 XStocks、Denari 的 D-Shares、Robinhood 還有 Kraken。聽起來很好，現在講3個坑，這才是這節課真正的內容。坑一，你買的可能不是股票，是欠條。以 Robinhood 為例，它給歐盟用戶上線了200多隻美股和 ETF 的代幣，現在跑在自己的2層網絡 Robinhood Chain 上。關鍵在結構，它的股票代幣在法律上是債務證券，不是股權。什麼意思？你手上那個代幣是 Robinhood 的一個澤西島實體對你打的欠條，承諾給你對應股票的經濟回報，但你不是股東，沒有投票權，沒有股東權利。真正那股股票躺在美國一家券商的托管鏈條裡，你錢包裡的資料碰不到它，所以你持有的是對發行方的債權，不是對公司的所有權。這2件事在一切正常的時候看起來一模一樣，在出事的時候完全不一樣。坑2，同一只股票價格不止一個。這個坑，我想請你現在就打開手機驗證一下。在巨鯨的 RWE 頁面上，代幣化股票被分成3組，來自3個不同的發行方 ：XStocks、Ondo 還有 B-Stocks。問題來了，同一只股票，不同發行方價格是不一樣的。我錄這期的時候看到標普500 ETF XStocks 那一支是777.6塊，B-Stocks 那一支是773.5塊，差了4.1塊，也就是0.53%。蘋果 XStocks 313.7塊，Ondo 314塊。停下來想1秒，如果你買的真的是蘋果股票，價格怎麼可能有2個？不可能。價格不同，恰恰證明了你買的不是股票，是某一個發行方發行的跟蹤蘋果價格的代幣。而市場在給不同發行方的信用和流動性定價，誰的贖回機制更可信，誰的池子更深，誰的價格就更貼近真實股價。那0.53%的價差，就是市場對這2家發行方的看法差異。這是整節課最重要的一件事。你以後看任何代幣化資產，第一個動作都應該是找一找同一個標的有沒有別家在發，價格差多少，差的越多，說明市場對發行方的信心分歧越大。坑3，鏈上的信用在鏈下。2026年6月 SpaceX 上市那次，當時好幾家交易所都上了代幣化的 SpaceX 產品，很多人去買。結果是這些交易所被迫全部取消訂單退款，金額超過10億美元。原因是背後的發行方根本沒有拿到 SpaceX 的股票配額，代幣在鏈上釋發出來了，但底層那個1:1支撐沒兌現。而且這件事還沒完，我錄這期的時候，巨鯨上還有一支叫 SPCX 的代幣在交易，描述是 SpaceX Stock Price Token， 當天漲了15.7%，是全場漲幅最大的。注意它的名字，別的都叫 Apple Token、Tesla Token， 只有它叫 SpaceX 的 Price Token。為什麼用 SpaceX？ 是一家未上市的私營公司，公開市場上根本買不到它的股票。所謂1:1持有真實股票，在這裡按常規是做不到的。我不是說這個產品一定有問題，我是說，當一個產品的命名方式和同類不一樣的時候，那個差異通常不是隨便寫的。你要做的不是猜，是去看發行方的文件，搞清楚這個代幣到底錨定什麼。怎麼贖回？誰在托管？這就是這個賽道最核心的風險。鏈上美股的信用不在鏈上，在鏈下。區塊鏈保證代幣的轉賬記錄不可篡改，它保證不了發行方真的買到了那只股票，也保證不了托管方不出問題。你信的不是代碼，你信的是那家發行公司和那家托管機構。講完代幣化股票，還有一件事必須說，因為很多人會把它們搞混。同一個交易所裡，同一只股票可能有2個完全不同的產品。還是拿亞馬遜舉例。在巨鯨上，亞馬遜有2個地方能交易。第一個是現貨代幣，叫 AMZX， 我看的時候是274.39塊，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代幣化股票，底下有發行方托管的真股票。第二個是永續合約，標記價格274.58塊，價格幾乎一樣，但這2個東西的性質完全不同。先說什麼是永續合約，普通期貨有到期日，到期就結算。永續合約沒有到期日，你可以一直拿着，但這帶來一個問題。沒有到期日，價格靠什麼跟現貨保持一致？答案是資金費率。機制是這樣的：如果合約價格高於現貨，說明做多的人太多，那麼做多的人就要定期付一筆錢給做空的人。反過來，做空的付給做多的這筆錢就叫資金費率。它像一根橡皮筋，把合約價格不斷拉回現貨附近。巨鯨的亞馬遜合約資金費率是0.01%，帶一個倒計時，這筆錢是你持倉的成本。很多新手只算漲跌，不算資金費率，拿久了才發現錢在慢慢漏，然後是槓桿。
那個合約頁面默認是逐倉10倍，維持保證金率是 2.5%。2.5% 這個數字你要認真看，它的意思是，當你的保證金掉到倉位價值的 2.5% 以下，系統會強制平倉，也就是爆倉。在10倍槓桿下，標的反向波動不到 10%， 你的本金就沒了。而底層沒有任何一股亞馬遜股票。永續合約跟蹤的是一個指數價格，它不需要也不持有真實股票，所以兩個貨架的區別是這樣的。代幣化股票底下有真股票，沒有槓桿，不會爆倉，沒有資金費率，主要風險是發行方和托管方的信用。永續合約底下沒有股票，有槓桿，會爆倉，有資金費率，主要風險是槓桿爆倉加上平台信用。那什麼人適合什麼？如果你的想法是我看好這家公司想拿着，那你要找的是現貨代幣。用槓桿去表達一個長期看法，是最典型的新手錯誤。方向對了，中途被震出去一樣是虧。如果你已經很清楚自己在做短線，或者你需要對沖手上的現貨倉位，那合約是個工具，但前提是你能算清楚爆倉價在哪，資金費率一天吃掉你多少。算不清楚這兩個數字就不要碰合約。這不是保守，這是這個工具的使用說明。這一刻你只要記住3句話：第一，鏈上美股是跟蹤股價的代幣，不是股票本身。你的權利來自發行方的承諾，不是來自公司的股權。第二，同一只股票有多個發行方，價格不一樣，價差就是市場給發行方的信用打分，買之前先比一比。第三，現貨和合約是兩個貨架，底下有沒有真股票，會不會爆倉，要不要付資金費率，這3個問題的答案完全相反，別站錯。搞懂這3句話，你比市場上大部分買過鏈上美股的人都更清楚自己在買什麼。老規矩，有一句話我每期都要說在前面，這個頻道所有內容都是資訊整理和知識科普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本期提到的交易所和產品都只是用來說明概念，不是推薦你去交易。代幣化股票在加密貨幣本身的波動之外，還額外疊加了發行方和托管方的信用風險。永續合約則疊加了槓桿和爆倉風險，你可能損失全部本金。請永遠只用你虧得起的錢，並且自己做研究。特別是這一期講的東西，在你按下買入之前，先把發行方是誰、受哪裡監管、托管方是誰、怎麼贖回這4個問題查清楚，查不清楚就別碰。我能保證的是，信息盡量準確，邏輯盡量清楚。做決定的人只能是你自己。下周3的 CPI 我們盯着。如果這一期對你有用，點個訂閱，打開小鈴鐺。我是 Well Sharing，我們下期見。